在变了味道，人们才开始哀悼。这首 BGM 里迎来了最意难平的一期。变了味道，人们才开始哀悼。讽刺的是空气很好，演奏在水里无声飘摇。为了情调，唱歌希望你带我去伦敦。一切的爱恨都在自己烦恼，心里求他们真的到。他是最强暑加工，2个月速通世界冠军。他没有出现在高光集锦，却是英雄数位真正的起点。你有全面封锁，我有平地起惊雷。他就是示意道具仿生人 Simon， 依旧3段式 wink， 依旧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强行顶吗？但是对面可能要等读秒阶段才会进来哦。他就赌了，就给你拼了。第一个，你有全面封锁，我有平地起惊雷。Simon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没有给自己留退路，反而拿下了这个关键的分数。2024年 EDG 在马德里大师赛和上海大师赛先后失利，别说接轨国际了，连国内一哥的位置都快守不住了。不是枪法差，是跟不上版本了。在斯凯的持续削弱下，双决斗体系已经尽显颓势。对此 EDG 不得不对原班底动刀，急需一个能干脏活累活的道具位，将枪男彻底解放出来。在这个背景下，管理层看中了来自中国台湾的小将 Simon 本名谢梦勋，2004年6月25日出生于中国台湾。跟很多家庭不一样， Simon 属于是天湖开局，他的父母并没有将打游戏视为影响孩子未来的洪水猛兽，甚至就是父亲带着他接触的游戏。父母的开明让他每天都能有大量时间投入在游戏当中。在众多类型的游戏当中，他钟爱 FPS， 并且有着不俗的天赋，打天梯能乱杀，妥妥的路人王。2021年，他拉着几个高分路人打业余赛事，连正赛都打不进去，没签俱乐部，自然也没人给他发工资，全凭热爱在坚持。也是在这个时期 ，Simon 意识到自己不是故事的主角，他的枪法在天梯很亮眼，但在职业赛场上最不缺的就是天才。要是打职业的话，只能说是够用。因此，在别人卷枪法，想要争最亮眼的决斗位的时候 ，Simon 换了条路子，他开始研究各种道具点位，能花上千小时去计算最完美的闪光弹角度，哪怕练到手指痉挛也不肯停下。努力和汗水不会骗人，他的枪法没有增长，但道具突飞猛进，成为队伍里最会控场的男人。在游戏更新到双先锋版本的时候 ，Simon 也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。2024年6月25日，在他20岁生日那天 ，EDG 官宣签下这个小将，心怀壮志，热血激荡。此刻正是扬帆时。提到一队2天后 ，Simon 就随队参加比赛，首秀就打了个0-2，糟糕的战绩让 EDG 再度陷入声讨，质疑换人的决定到底对不对。然而不看大比分的话 ，Simon 对局表现其实是很亮眼的，全场拿下29个助攻，每次道具都给的非常到位。要是没Simon 的辅助，队伍崩盘的可能更快。而且这只是入队的第1场比赛，队伍甚至都没有时间磨合。好在 Simon 也不需要太多时间证明自己，他只需要2个月就够了。6月披上 EDG 战袍，7月拿下联赛冠军，8月拿下世界冠军，2个月从次级联赛到世界之巅，小说里都不敢写的剧情在 Simon 身上成为现实。在全球冠军赛总决赛上 ，EDG 跟 TH 战至终章，酣战到图5。开局 EDG 拿下大比分优势，结果后期尽显颓势，从11-4一直 choke 到11-8，就是拿不到赛点，接连被追分，导致 EDG 队员手感下滑。在11-9的关键局 ，EDG 没有经济，康康起了一把英雄数位，这把要是再被拿下，那 EDG 大概率会被翻盘。比赛开始，康康大胆前压点掉一人 ，TH 的截锋立马起飞。但拉出来的时候就是顶个大太阳，同样被康康一枪带走。康康用4杀拯救了 EDG， 带领队伍拿下世界冠军。而这个4杀背后也离不开 Simon 的奉献，他的瞬爆闪不仅成功闪到对面，还没对康康造成任何影响，在队伍完美联动下才能拿到这个最高荣誉。有康康这个顶级枪男在 ，Simon 甚至都不需要枪法，他要做的只有2件事：第一，就是在康康拉出去时，对面都是顶着太阳看不见；第二，就是为康康排点。Simon 的数据差是因为他永远是队伍里干脏活累活的人，他的搜点为康康排掉了绝大多数隐患，保证了队伍的火力输出。如今的康康被锐评不爱搜点，右边都给毒了，还看右边，康神又不搜点，我去了，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年少时遇到了太惊艳的人。没错，说的就是 Simon。Simon 给自己的定位很清晰，他不需要好看的数据，只需要帮队友拿下胜利就行。总决赛上的第1个5杀就是康康拿下的，5滴血的康康拿下4杀，在锁定最后一人位置后 ，Simon 直接拿着刀冲在前面为康康拉枪线，总要有人站在聚光灯外。他愿意成为那个背景板，就是这个被誉为适宜道具的男人，在2025年3月却被下放到替补席，被指训练态度消极，不愿意沟通，最终在2025年8月离队。他没有回应，只剩下沉默。
离开 EDG 后 ，Simon 加入 AQ 战队，然而成绩并不理想。哪怕他是示意道具，但毕竟不是以枪法著称的选手，队内也没有顶级枪男。他的道具哪怕给的再到位，也无法形成太强的压制力，他无法扛着队友前行，重新杀回世界舞台的剧本终究没有上演。但 Simon 与 EDG 的羁绊并没有结束。俗话说得好，兄弟没有隔夜仇。如今的 Simon 会穿上 EDG 的队服前往现场为 EDG 加油助威。当 Simon 摆出那个经典的以下克上的手势时，我想他已经释怀。是啊，过去已经过去，我们总要向前看。不管未来如何，在2024年那个夏天，始终会有属于他的传奇故事。